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nfUI 系列教程。那我们这一期接着来分享 Diffusion 的 AI 绘画当中的两种主流的极速渲染、极速出图的方式，在 ConfUI 中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好的，那么我们来到 ConfUI 以后呢，加载了一个默认的纹生图的工作流。我们先说第一种极速出图的方式，就是 LCM。那这种方式呢，其实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相信经常使用 SD 的朋友已经知道了。这种方式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额外挂载一个 LoRa 就能急速的提高我们出图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理解。二话不说，先动起来啊！我们先添加一个 LoRa 组，在这里呢，我们之前是有见过这样一个 LoRa 组的节点，对吧？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点替换成我们之前安的这个军刀里面的这样一个节点，因为这个节点它是有一个分类二级目录的啊，方便我们来查找。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LCM 我们有一些模型啊。那么说到这个模型呢，我们可以先到这个 Hugging Face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3个模型。那通过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啊，第一个是 SD 1.5 的，支持我们所有 1.5 的模型。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是支持 XL 的。那这里呢是有一个 SSD1B，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初期的一个测试模型，可能用的人不是特别多，我们也可以测试的来用一下。通常我们只用 1.5 和这个 XL 的就可以啊。OK， 当我们下载了这些模型以后，放在哪里？还是放在我们模型文件夹的这个 LoRa 文件夹下。我们来看一下 ConfUI 里面，我们找到模型文件夹 Mods， 然后里面我们找到 LoRa's 这么一个文件夹，放到我们随便一个文件夹里，放在这里也可以，你新建一个文件夹放进来也可以。这里有分类将它放进来的啊，方便我们管理嘛。所以说我们回到 ConfUI 这里呢，在我们用这个瑞士军刀这个加载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LCM 的这样一个分类。所以现在我们来选择一个 1.5 的模型，然后我们把这个接口串接一下，和之前一样，我们把主模型的 clip 给到它，模型管道也给到它，然后往下串接。我们可以预备的再来一个，之后把这个 clip 我们给到下面设置的这个停止层，然后模型直接给到采样器，下面跳过层的 clip 我们给到文本。那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 LCM 的加载项了。加载进来以后呢，这个我们先给它跳过啊，右键我们点击一下忽略节点。有朋友问这个忽略节点和 Ctrl 加 M 的关闭啊，可以看到这是关闭节点， Ctrl 加 M 就是开启和关闭。那么忽略这个功能呢，它其实是一个跳过啊，如果我们停止了的话呢，它到了这以后就不走了，后面的程序也就后面的节点它就不会往后走了，相当于一个阻断操作。如果我们直接跳过呢，它就相当于是绕过了，继续往下走了啊，一个是阻断啊，一个是绕过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里顺便说一下，有些朋友不明白啊。那么之后呢，我们直接来调一下 Ksampler， 因为我们使用了这个 LoRa 以后呢，它是对这个步数方面有一些要求。首先呢，我们可以把步数降低，这个 LoRa 的步数通常在4到8步啊，我们通常给5、6步啊是一个居中的这么一个参数。然后之后呢 CFG 呢是1到2，那不能特别高，居中的话可以给个 1.5。至于下面的采样器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随便选择。这里我们先来个 OLER A， 那之后呢，我们把主模型再改一下，改成我们一个 Mix Unreal 这么一个动漫风格的主模型。接下来我们直接来渲染。第一次出图可能相对比较慢，因为我们要重新加载我们的主模型和我们这个 LoRa 模型。我们把这个种子给它固定一下，然后我们直接再来运行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图还是特别快的啊。当然我们现在的分辨率是5:2，比较适合我们 1.5 的模型。那么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加载到我们 XL 模型当中来使用。那么最后值得说的一点就是，基于这个 LCM 的方式呢，它还提供给我们一种选择，这是一种官方的一种方式啊。我们直接把这个模型拖过来，这样方便我们理解啊。这个 LoRa 的模型在输出的这一个流程中啊，我们其实是可以加入一个调整节点。在这里呢，我们新建一个高级的调整节点，然后我们选择模型，在模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离散式的采样算法。那这种算法呢是适用于我们 LCM 的这种采样方式的。我们点击一下，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采样方式呢，我们可以选择 LCM。刚才我们还有一点啊，值得说的一点就是，有可能之前有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这个采样器啊，之前我选的是 OLER A。那么基于这个 LCM 的模型呢，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选 LCM 的这样一种采样方式。它其实效率呢要比其他的采样方式更高，但是其他的采样器可不可以用呢？也是可以用的，它并不是说死的，根据我们实际的效果来决定。那其实有一些采样器，比如说这个 DPM 的采样器，它的质量会好一些，但是可能就不会有 LCM 的这么高效的一个输出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配合这个采样器以及我们这个离散式算法啊，我们先把这个离散式算法给它
它屏蔽掉，我们重新用这个采样器啊 LCM 的我们来生成一张图像。那可以看到这边我刚才给关了啊，我们不应该关掉这个节点，我们应该绕过啊，忽略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地方就不会阻断，可以看到吧？它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可以看到啊，两种这个采样器的效果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为什么用 Euler-A 没有用这个 LCM。那当结合我们这个离散式采样以后呢，我们把它来打开，再来生成一下，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啊。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重新再来生成。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离散式它其实是提升的是 LCM 的一些细节，它并没有改变太多。我们打开历史显示队列，上一张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张是原始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啊，因为我们没有生成2遍图像，注意看一些有颗粒感比较明显的，比如星空和下面的这个沙尘。我们来切换到用了离散的，你会看到它的一些锐化要好一些，它的细节呢可能要更清晰。仔细看下面这个沙尘沙粒，它更明显一些，对不对？下面这个地方它锐化的更明显一些。那么这就是这个加了 LCM， 我们加一些这个离散式的算法呢，它会有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善啊，也是官方提供的这么一个流程当中有的这么一个细节。我对比了以后发现，还是有些作用，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第二种方式，就是 Tempo 的这么一个模型啊，也是在 LCM 这样的方式公布了不久以后 ，SDXL 呢就公布了 Tempo 的这样一个模型，可以做到一步出图，就是现在我们是5步嘛，已经比原先压缩了有个4、5倍了哈。这种方式呢，我们直接调用 Tempo 模型就可以，这就是针对一个主模型了啊，我们是大模型，而 LCM 用的是外挂的一个 LoRa， 所以说通过这一点，大家就知道这两者的区别以及它的应用环境和使用方式了，对吗？对于 LCM 呢，它应用的场景比较多，但是呢 XDL 的模型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多了一个 Tempo 的选项。OK， 那么说到这呢，我们来到 Tempo 模型的主页啊，这是官方当时公布的主模型，下面有2个啊，2个模型的精度不一样。那第一个是完整版的啊，算是全精度的，可以看到是 13.9G， 第二个呢是 FP16 的，这个精度就要低一些，做了一些裁剪，可以看到是 6.9。那目前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6.9G 的官方模型，但是官方公布的这个模型呢，其实是一个实验阶段，那大家呢可以忽略掉这一步，但是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模型它本身的一个原理，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对吧？不管是 LCM 还是这个 Tempo 呢，他们用的技术其实都有些类似啊，称之为一种蒸馏技术，说白了也就是把曾经的一个主模型当中的优质的内容啊提取出来，压缩成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后，我们出图直接从压缩了的这个空间里去提取图像。那当然提取出来的并不是直接就能用的，它还要去和原先这个主模型进行一个高效的对比啊，或者是进行一个融合，说白了就是提取高质量内容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模型就可以快速锁定我们想要的优质内容啊，基本上我符合我们人视觉的看着好看的这个颜色也好，布局也好，或者是人物的某些特征也好，它其实可以压缩的很少啊，或者是很小。那这就是2种共有的一个技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说一下官方给我们演示它的这个模型的 Tempo 是怎么用的。这一步呢，以后其实并不实用，但是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它这个路线啊。回来以后，我们这边重新构建一个 Tempo 的这么一个流程。首先呢，在这里它用的采样器呢，不是普通的采样器，也不是高级的，而是自定义的这样一个采样器。那么这个采样器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没有采样器的选择，也没有调度器的选择啊，也没有这个步数的选择，对不对？其实都是交由这边这2个接口来输入的，所以就是单独的把采样器和调度器分离开，相当于是提升了。之后的东西呢，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先把这个模型加载器加载出来，然后这2个题词因为是 XL 的模型，我们需要把它提升一下，同时引入风格化来提升我们 XL 的生成质量，然后把正向和负向输出给它们。在之后为了方便操作呢，正面提示词也给它提升了，给它一个实时翻译的节点。这边的采样器我们同样拖出来啊，它会提供给我们一些默认的采样器。这里呢，我们先选择这个 K 采样器。K 采样器就是默认的曾经所用到的一系列采样器，只不过单独给它提升成为一个参数了啊。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之前所有的，还是这样一个熟悉的列表。那这一步呢，我们还是 Euler-A 来进行实验。下方呢，这里多了一个 Sigmas， 就是这个调度器了啊。对于这个 XL 的 Tempo 模型呢，官方主要是强调这个调度器，把它提升为变量以后呢，我们这里可以单独加载一个 SD Tempo 的调度器啊，这就是官方的一个演示。那么这个 Tempo 的调度器呢，我们可以在节点的采样里面找到自定义采样当中有一个调度器啊，这里面就有一个 Tempo， 算是一个制定的这么一个调度器。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步数，默认就是一步调度 OK。 那再下来呢，我们直接给它一个空的 latent。 那么这就是我们官方当中的一个演示案例啊，如何使用我们这个 Tempo 的模型来进行一步生成。最后在设置这里呢，我们把 CFG 给它降下来
来。同样，这个 CFG 是在1到2之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提示词，我们给个风格吧。然后在中文提示这里，我们给到一个宇航员啊，比如说宇航员。那么最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线给梳理一下，看一看刚才我们没连的有哪些啊。首先这个编码输出这里，我们需要把条件啊正向负向都给过来。然后我们这个翻译这边需要把 clip 给过来啊，这个翻译是要输入一个 clip， 但是输出的话，我们可以不输出条件，因为我们这里是直接输出给风格化，同样是字符串，给到编码，编码完以后才给到正负向。最后呢，就是这个 tempo 的调度器，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的参数再输入给它。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的线就全部连完了，我们来再生成一下。那么说到这个官方的 tempo 呢，为什么我刚才说它是个实验品呢？相信大家也知道，它只能生成512乘以512的，就和我们之前这个 1.5 模型一样，如果大于512，它就会有一些分身呀，有一些多头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产生。其实它的使用度并不高，更多的价值应该是给开发者进行2次训练的啊，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OK，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图像就生成了，细节各方面的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这里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挪过来，我们重新生成一个一位美丽的女士，我们再让它生成。虽然这个速度很快，但是它的质量并不是很高。你可以看到这个脸都没有画清，对不对？所以这不一定就是一步就能生成的。所谓一步出图，也就是个噱头。比如说我们现在加到4步。我们再来生成一下，虽然速度是很快啊，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图像或多或少它都会有问题，只能说出一个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太糊了啊，这个也可能是跟我们 CFG 有关。比如说我们稍微降低一点，给它降到 1.1， 这是我试过的一个参数，它能好一点。这个 CFG 值不能太高啊，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好一些？如果我们降到1呢，再看一下这个效果。所以说我测过来的话，大概1到 1.2 的 CFG 它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值，虽然说出图很快，但是质量呢不一定特别好。我们现在都调到4步了，那么再高的话其实也没有意义。最高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步再来试一下，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我们普通的来说的话呢，用这个并不是特别多。现在我们再改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把它的这个改到1024，看一看它生成1024的图是什么样。不出意外的啊，就多了一个头，多了2个胳膊，多了2个手。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不推荐大家使用它这个官方标准版的原因。一个是它这个流程不是通用流程，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那欧阳推荐的还是使用现在啊大家通过它这个官方的模型去训练的第三方模型。官方可能因为实验的性质呢，它把这个分辨率锁定在了512。那么通过第三方模型的再次训练呢，已经解锁了很多限制了。那么出来的图像呢，也跟官方原版这个 SDXL 的图像很接近了。当然分辨率也能提高到1024以上。那这里用什么模型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到 C 站来看一下。C 站这个地方，我们右上角可以筛选一下 Checkpoint 的主模型，我们找到下方这个 Tempo SDXL。那这个页面呢，就全是第三方开发的 Tempo 模型。普遍现在用的主流的模型就是这个 Dreamshapper。这个主模型呢，不仅仅是有 Tempo， 也有针对于 LCM， 就我们刚才挂在那个 LoRa 那么一个流程呢，进行一个优化的模型。之前我们训练 LoRa 也是要对于模型兼容的，兼容性越好呢，它所出来的画面呢越和谐，就是融合度越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挑选 1.5 的 LCM 兼容的模型。这方面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站上面来找。这里我推荐这个主模型就是这个 Dreamshapper。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方训练好这个 Tempo 模型，它有一些参数是我们要看的。比如说官方它说的是一步出图，但是质量并不好。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训练的模型呢，就是 CFG 在2以下，采样步数应该是4到7步的样子。采样器和调度器呢，就是这个 DPM++SED， 调度器呢是 Keras， 不要使用 LCM 的采样器。OK，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基本大概知道它的步数在4到7步。其实这个综合下来看的话，质量要好一点，怎么也要4步以上，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本地来，直接把这个模型换成刚才我们所说的 Dreamshapper XL 的这个 Tempo 模型，然后后面的流程呢，其实就完全不需要用它这一套流程，还把这个采样器和调度器单独提升出来了，就把普通的或者是高级的采样器放进来就可以啊。这里如果我们要想走这个第2步渲染，也就是 Refiner 呢，我们就加一个高级的采样器。现在我们来调一下步数，4到7步我们还是给5步。采样器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啊，是 DPM++ 的 SDE， 那这里我们选择 GPU， 调度器我们选择 Keras 或者是 Normal， 他说也可以，对不对？现在我们再生成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忘给这个 CFG 了， CFG 给太高了，我们给到 1.5 啊。
我们再重新来生成一下。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用第三方的模型最终生成的1024，而且用了5步的速度就能生成这样的一个图像了。这就是第三方这个 Turbo 模型的一个好处，它生成图像会比较快，而且呢质量也不会太差。之后呢，我们想二次生成更好的质量呢，也可以进行2步的 Refiner。其实这个地方就不叫 Refiner 了，我们可以在 Refiner 的阶段加入很多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放大稍微放大一点点融合到第2步，可不可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首先我们 Latent 给它稍微放大一个系数，然后我们继续出来给个高级的 K-Simpler。同样的这一步的模型我们还是从这个里面走，因为第三方 XL 的大模型呢已经把 Refiner 步骤融合进来了。那这里我们直接把文本编译给过去，模型呢我们一样从这边给到这边来，算是2步的放大精炼吧也可以这么理解了，对不对？那我们继续给它输出解码之后的这个步数呢，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开启或者不开启这个降噪。我们可以先尝试关闭降噪，步数呢我们可以给到7步，它最多是不是7步，对吧？ CFG 呢我们给的低一点 1.2 吧。采样器这里我们还是个 SEG 的，调度器呢我们可以给个高级的 Keras， 再进行一个生成。 OK， 总共用了是5加7步12步进行图像的放大和最终的生成，速度和质量呢都是很不错的。当然了，在最终放大的时候有一些变化，我们想让它和第一张图片更像的话呢，我们这里可以不用高级，我们还是用这个基本的一个采样器。通过这个采样器我们可以控制降噪幅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更低的一个幅度，让它变化更小。这也是我们选择采样器的要考虑的一些方面啊。说到这儿呢，基本上这2种方式我们就说完了。最终我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XL 的这么一个第三方的模型当然了，除了这个模型以外，其他的大家也可以尝试虽然说步数要比原先的1步要高吧，但是我觉得那个1步确实也没啥意义那个质量就算 0.01 步，我相信它也不会有人用的那么说完这儿呢，我们就涉及到，既然是它的出图很快，如果我们机器配置比较高的话呢，可能在1秒以内1024的预览图已经很好了。我们把这个步数降到3左右，你的速度可能会很快了，应该是在0点几秒。那么如果是0点几秒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可以涉及到这个实时绘画的这一块了，或者是实时修图，又或者是实时调这个提示词这个方面了。那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个性能不是很好，可能要2-3秒或者是5秒左右了，所以说实时它不现实。这里我们直接来到服务器，同样是这样一个工作流这个流程是和刚才一样的只不过下边这边我删除了我们2次放大或者是2次精炼的这么一个步骤了。为了进行一个调整吧，我们还是新建一个之前我们所说的 string 的这么一个 function， 然后把它改成 append， 然后在下面这里我们就可以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描述进行 append 的输出，然后把随机种子我们给它固定一下。下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调度，然后我们把这个预览图挪过来这时候呢我们先生成一张图像。 OK， 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动漫风格我们在这边选择了一个动画的一个风格。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自动队列，让它自动渲染显示一下队列，然后我们现在点击开始运行。比如说我们想把它的头发改成红色的HL， 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这边就反馈出来，现在我是实时的没有变又或者是把眼睛我们变成绿色的眼睛，可以看到实时的这样就变化了。当然3步的话它可能还是需要修改一些的，比如说背景吧，我们加在下面这一行背景比如说我们加 city 城市可以看到它还是要反应一段时间，然后又或者把它改成海边呢。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实时的修改。现在我们是肖像嘛，如果我们要想要全身的话，就可以把下面这个肖像给它删除掉。然后这边呢我们可能要加一个比如说牛仔裤 jeans， 那这样就是一个实时的反馈。比如说我们还要全景全身的，把这个鞋给它加进去，比如说高跟鞋，那这样它全身就扩进来了当然可能这个图会有一些问题，只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时调节就能很方便的调节我们的提示词，调节我们的一个场景。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实时的调节提示词。如果你的运算速度快就可以这样做。那么之后大家就可以想到还可以用这个图生图我们来绘制一些东西，对吧？那么对于所谓的实时绘画，这里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怎么搞了吧？那就是把我们这个图生图的流程再给推回来，对不对？还是这样一个框架，只不过我们在这个空的 latent 这里不是给它这个空的 latent 了，而是给它一个什么？给它一个绘画组件，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节点组里这个插件是什么来着？是一个翻译插件，对吧？一个翻译插件它附赠了我们2个绘画功能，一个是姿势功能，一个是绘画功能。那么这个姿势图呢，我们可以用于控制人物。那相信大家现在应该知道怎么用把它设置为我们之前讲 ControlNet 的一个预处理图像，直接输出给 ApplyNet， 这样我们就能很好控制人物的姿势了，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直接来创建一个画板，这边我们直接出来图
图像进行一个编码，编码完以后我们再输入到这个浅空间里面去。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换成基础的采样器，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个重绘幅度了。那这里我们来替换掉，同样采样步数我们给的少一点，随机种呢我们可以选择固定 ，CFG 我们一样 1.2 吧。最重要的是这个重绘幅度，我们可以给的低一点，给到 0.3。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启这样的实时绘画和渲染啊。因为我这又跑到本地了，服务器上确实有一些插件呢，配置了半天也配置的不是特别的顺畅，所以我们还是在本地来演示一下。那么这个速度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快。首先这里呢，我们给一个女孩的提示词，然后我们再给一个背景吧，稍微白一些的背景。然后我们先来画一个人的轮廓吧。我们手艺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就随便这么大概画一下，点开这个自动序列吧。那我们看到其实没啥变化，降噪给的太低了，0.8吧，有一点效果了。我们这里还是具象化一下吧，给它一个西瓜吧，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稍微能好操作一点点啊。然后这边我们要注意，这有个 size 啊，上面我们可以设置是多大的宽高比，现在我们设置的是512，这样它就生成了一个512的图像。清空一下吧，清空一下，我们重新来把它的背景给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给它画西瓜，稍微完善一下细节啊。后面我们也可以加一些树林，在这个提示词这边我们加一个树林，然后后边我们再画一些树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画了。只不过我这边可能慢一点啊，反馈的慢一点，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可以进行继续的绘画，这个我们就随意发挥了。这个随意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上传一个图片，进行一个图生图了，这就是对不对？其实很多方式都可以衍生的这么来做。当然这个流程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不是 Tempo 而是改成 LCM 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期主要要分享的快速出图以及结合实时绘画。当然对于实时绘画来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投屏实时投屏，比如说我们用一些 3D 软件，又或者是用一些 PS 的图形绘制软件来进行一个投屏或者一个屏幕的捕捉，同时来实时的这边产生我们的图像。其实这种用法我觉得要比这样的实时绘画要实际的多，毕竟我们这个绘画手法还是有限啊，绘画的人呢也不需要这么画，而且用鼠标在这画呢确实也画的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一期的原因呢，那投屏相关的内容我们就先放下。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积极的留言来提一下大家的要求，我看有多少人需要。之后呢，我们可以专门再分享一个实时投屏绘画设计这么一个算是一个流程吧。OK，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如果对 Conf.ai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欧阳这个 Conf.ai 系列教程。如果喜欢欧阳的视频，也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一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